校花找我给家里的新房做设计，我特地推了手上的大单，留出时间想给她最完美的设计图。为此，我飞机往返多次，亲自上门测量数据，设计稿也改了7、8版。可她迟迟不肯签约，甚至pull out我。国内有名的大设计师就这个水平。1个月后，她怒气冲冲给我打来电话：“你设计的墙柜尺寸，我在网上找人做出来，为什么小1号？这些我根本家里装不了啊！”我冷笑，她还不知道这是我的个人习惯。在和每个客人签约之前，我都会特意设置一个小1寸的尺码，就是为了防止白嫖。沈梦夏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。半个小时后，当我想给他回电话过去时，沈梦夏已经打来第10个电话了。我刚接通，那头就传来他气愤的声音：“宋经理，你什么情况？你设计的墙柜尺寸，我在网上找人做出来，为什么小1号？这些我根本家里装不了啊！你知道这些材料多少钱吗？一共80万的损失，你赔给我80万的损失，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”所以沈梦夏张口就要：“你是说，你用了我设计的图才小了尺寸？”我冷笑着，能成为国内知名设计师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所以每次客户找我合作的时候，没有签合同之前，我都会故意修改某些尺寸，确保后期怎么改材料都是废掉的。如果客户老老实实付钱，正常合作，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。我觉得毕业3年，校花作为校友，难得找我一次，我当然要用心了。没想到就碰到这种事。当然了，不是你的设计有问题，我能找你吗？宋经理，要不是看在你喜欢我，而且还是大设计师的份上，我怎么可能让你来设计？勉勉强强的设计图也好意思拿给我？沈梦夏的声音听得出来，她都要气炸了。我喜欢他，这事情我怎么不知道？貌似是我大学室友一直在暗恋他吧？合作也是我那个室友得知沈梦夏在找设计师，所以才把我推了过去。为此请我吃了几次饭，就希望我多上点心。沈小姐，你脸皮一直都这样厚吗？出了社会没见过比你更好看的了。我为什么要喜欢你这个白嫖怪？我皱眉发出疑问。对方不屑一顾地笑了。你要搞清楚，像我这样有钱又有颜值的大美女，谁会不喜欢？别废话，把80万打给我，不然我绝对会让你身败名裂的。我嗯了一声。有钱你不签合同，偷用我的设计，你还有理了？你快去吧，最好赶紧让我身败名裂。想讹钱你想疯了，不等他发飙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沈梦夏再打电话过来，我全都给挂了。他现在肯定是热锅上的蚂蚁，急不可耐，毕竟除了联系我，他也找不到人给他承担损失了。当天晚上，室友又联系了我，他借口给沈梦夏道歉，约我吃饭。见面后，室友徐正脸色很是沉闷。毕业后不知道是不是压力的原因，他的脸上长了许多红色痘痘，导致他更不敢跟沈梦夏表白，只敢当他的忠实舔狗，默默守护他的纯爱。他给我倒上1满杯的白酒，随后自己干了一杯。这点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，大家都是兄弟，没事的。我想拦住他，可徐正拽住我的手，他非要继续喝。我坐等他接下来说的话，只是没想到能让我心凉了半截。宋经理，你已经是大设计师了，我求你帮忙给他设计，你又不缺钱，都不应该收钱的。夏夏用了你的设计图，现在损失80万，你真的把我老脸放在地上踩啊？宋经理，你还当我是哥们，就补偿给他80万。所以徐正借口给沈梦夏道歉，实则是来道德绑架我的。我沉默了会，随后起身直接掀了桌子，口口声声说：“兄弟，你介绍一个白嫖怪偷用了我设计图，还让我给他80万，你觉得你们俩的脸加在一起值这个钱吗？”宋经理，做兄弟不是你这样的。徐正没有正面回答我，而是失望地看着我。我笑了，确实，我脑子瓦特了，跟你做兄弟。徐正，你还真是舔狗中的舔狗，你是能追到他吗？你不求回报被他利用，我又不是他舔狗。徐正，兄弟不能做就不做了。我掏出玛莎拉蒂车钥匙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徐正追出来也只是为了放话。宋经理，你有种，你别后悔你今天说的话。我一脚油门快速从他身边擦过，绝对为他一嘴的尾气。徐正跟沈梦夏能玩这么多年都是有原因的，但我行得正站得直，压根不怕这2个老鼠屎凑一块去。多年好友，比不上一个把他当舔狗的女神，真是大笑话。成年人的接受能力都很强，所以我并没有颓废，而是继续工作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当天晚上很久不说话的校友群里，我火了。年纪轻轻就成名的设计师，其中水分有多少？这还用说的吗？哈哈哈哈，哥们，你这话说的，让我们宋大设计师怎么好意思啊？他连校友都坑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既然做了，就不要怕别人说。宋经理出来道歉，甚至有人直接艾特了我，发表情包阴阳怪气起来。徐正是第一个站出来的，站出来诋毁我。我跟他认识这么久，也没想到他能干出这么畜生的事情，也就沈梦夏心肠好。
算了算了，别说了。沈梦夏发了句语音后，他的舔狗们都开始疯狂谴责我。我保存好证据后，直接退了群，反手就让助理起草律师函。毕竟我可不是疯狗，喜欢在群里乱犬吠，给人留下把柄。是的，我直接把方才污蔑我的人全告了。大家接到律师函第一时间是徐正先暴躁如雷的给我打电话。宋新丽，你他妈还告大家都告了，你是疯了吗？你以为你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我真不敢相信兄弟这么多年的人，为了一厢情愿的爱情变成了个蠢货。那还不是要怪你们造谣吗？枪打出头鸟，他们造谣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好这个结果。谁造谣你了？你坑了沈梦夏就是事实。徐正骂骂咧咧，没有理都被他说出歪理来了。我挂断电话，并且把他拉黑了。其他同学也开始纷纷联系我，别扭的跟我道歉。笑死！宋新丽，你都是成功人士了，还跟我们老同学计较什么呀？我们也就是听信了徐正一面之词，你应该告他们啊。就是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找徐正去。电话那头是好几个老同学的声音。我嗯了一声，你们说的对，比起你们我确实比较成功，但不代表成功人士就有度量。造谣之前没想过会吃官司吗？宋新丽，你当真一点都不顾及同学情谊？对方真急了。所谓的同学情谊，他们拿这个借口使唤我多少次了，贪我的便宜，还在外打着我的名声。其实早该不联系了，如今这样刚刚好。那咋的？你们造谣我时候顾及了吗？不爽也告我啊！记得请好一点的律师，不然我怕你们都要进去蹲几天反思了。说完我就挂断电话，心里别提多解气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徐正居然为了帮沈梦夏，开始在网上造谣我。助理让我看热搜的时候，我都傻眼了。什么知名设计师宋某某为了抢女神，坑了兄弟又坑女神，为的就是让女神妥协。80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视频文案比营销号还能营销。这个账号我认识，是跟我互关的徐正。当初毕业后，他的设计一般般，一直都激不起什么大水花，所以在我火了后，央求我跟他互关，带他一起吃互联网的饭。这些年他也涨粉了几十万，算个小博主，真是精彩。他哪来的脸利用我起来的号，再用来攻击我？合着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是吧？老板，该怎么办？徐正是你兄弟，需要私下解决吗？助理拿不准主意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开播。是时候让徐正也感受一下被网暴的滋味了，让他明白自己到底几斤几两。因为上热搜的缘故，我一开播就有许多人进直播间骂我。宋新丽，你成为大设计师后，就可以不顾兄弟情抢女人吗？就是，你也让我们失望了。诸如此类的弹幕有许多。我不急不慢地喝了口水。大家不要被当枪使好吗？我看大大不像是那种人。对啊对啊，宋新丽你快解释，大家都在骂你了。我读了几条弹幕后才解释道，支持我的粉丝都知道，徐先生没有我的帮助是不会这么快起号的，不可能从几千粉丝涨到如今的几十万。徐先生拜托我给沈女士设计新家，前前后后我跑了许多次，这是机票信息，这些是聊天记录，对方拖延不签合同。我个人有个小习惯，只有老粉丝才知道，不签合同用我设计图，这算侵权，我要告他都是合理合法。反倒是兄弟被刺，客户偷图却要我来承担80万的损失，这节目才叫精彩。以后我与徐先生不会再有来往，我的粉丝也不用因为我的关系再去支持他，谢谢大家。我的手机响爆了，都是徐正打来的。拉黑他后，他就换号码打过来，甚至发了许多威胁的消息。宋新丽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你这是要毁了我，亏我把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好兄弟，你真狠。他句句都在道德绑架，看得我血压都上来了。助理，跟我的律师说，把徐正也告了。助理应声后立马去操作。徐正也是个自媒体人，他知道造谣诽谤对于我的名誉有多大损失，现在居然还来怪罪我毁了他，倒打一耙给他玩明白了。处理完这些后，助理提醒我今天还要跟一个客户去谈生意，因为是个老客户，所以我提前就过去等着了。可等来的人不仅仅有我老客户，还有徐正。小宋，我是看在你的设计好又有名气才一直找的你，也给你介绍了很多客户，但是你价格标的确实太高了。小徐跟我透露你起码在中间可以赚60%，这不是把我当猴耍吗？小徐的设计也很不错，是个老实的孩子，以后我都跟他合作了，你不用来了。听到这话，徐正露出了笑容。宋新丽，事实证明，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，我不靠你也可以成功。真是天大的笑话。他现在不正是在撬我的客户，靠抹黑我才获得的单子吗？我是个有素质的人，不能跟畜生一般见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露出微笑。王姐，合作这么久，如果我如此谋取暴利，口碑不会这么好。你有更好的设计师去选择，这是你的自由。只是我要提醒王姐一句，设计再好也要实用，不然也只是纸上谈兵。徐正冷笑着看我，宋新丽，这些年如果不是你一直压榨我的设计，我早就火了，
我拆穿了你的真面目，你还告我？我告诉你，时间会证明一切的，属于我的我都会拿回来。他说的没错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他不火是有原因的。王姐已经选择我的设计了，还请你离开，慢走不送。我看向王姐，只见她低头喝茶，假装听不见。顶多就是少赚一个单子，我又没有损失。徐正的设计我看过许多，他总会来问我的意见。我之前就跟他说过，他的许多设计都不实际，装修出来了也都是炸弹货，更何况还要降低那么多的成本。可徐正嘴上坚持己见，最后发出去的设计图都是被我修改过的，这才一直没出错。等他出了大事故，又是给我一波免费的宣传啊！所以我没有挽留，直接走了。侄女给我发消息，说想要最近很火的网红蛋糕，恰好商城离我不远，所以我就开车过去了。但是没想到，人在倒霉的时候，不想看见的人都出现了。沈梦夏居然也在这排队。哟，宋大设计师，贝次朋友，设计一个垃圾东西出来，你怎么还好意思来买蛋糕？也是，黑心钱被你一个人赚完了。沈梦夏捂嘴笑着，她旁边的女人也是嘲笑的看着我。我账号你知道，给我打30万吧。我说着，又掏出手机，打开了一份电子合同。宋新烈，你是脑子有毛病吧？我干嘛要给你30万？沈梦夏翻了个白眼。你不是说黑心钱被我一个人赚完了吗？你用我设计图不给钱，不就是个小偷，也好意思出来买蛋糕？沈梦夏被气得脸都黑了。她旁边的女人帮衬着说道，宋先生，梦夏是个女生，你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如此斤斤计较？未免也太有失风度了吧？要不说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她颠倒黑白不讲道德，我还要跟她讲风度。自古那么多君子都枉死了，都是拜你们这样的人所赐。她要真有理，也告我啊！不是有钱大美女吗？律师都请不起。吵架我就没输过，更何况我还是占理的一方。两个女人气急败坏的要走，我挥了挥手，慢走不送啊！沈梦夏回头瞪着我，宋新力，等徐正抢走你所有的顾客，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哦。所以这是2人一早的计划了。我点头，要不说徐正爱你爱到死呢，被网暴都要把你摘得一干二净，他账号都注销了，你还真是有本事。徐正对你这么好，我不信你不知道他喜欢你，心安理得享受别人的好，还得是你呀，沈梦夏。他的视线与我短暂交涉后，拉着旁边的姐妹赶紧走了。他心虚，在我看到那个帖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是出自沈梦夏的手笔，因为按照徐正舔狗程度，他抹黑我绝对不会带上沈梦夏的。大学时候沈梦夏跟我表白过，但是被我拒绝了，理由就是徐正喜欢他。可沈梦夏只是把徐正贬低的一无是处，说接近他完全就是为了我。宋新力，如果你告诉了他，恐怕你们连兄弟都做不成吧。他成功威胁到我了，所以徐正开口找我帮忙时候，我是拒绝的。奈何他苦苦哀求，就为了沈梦夏，我只好答应，并且我跟徐正说过，这一单结束就不要再让我跟沈梦夏有交集了。徐正知道我不喜欢他，兄弟你就是太直男了，如果你了解夏夏，肯定不会讨厌他的，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讨厌他。徐正笑得甜蜜，仿佛坠入爱河了一般。早知如此，我当初就应该告诉他沈梦夏的正面目，毕竟如今也是兄弟反目了，不是吗？把蛋糕给侄女送去后，他人小鬼大的翻着平板。舅舅，这就是恋爱脑的下场啊！他抢了你生意，拿你引流，真是不浪费你一丝丝价值啊！我敲了下他脑袋，吃你的蛋糕吧。我可聪明着呢，虽然我是个小学生，但我也看得出来这个事件不简单。我竟还有一丝期待，给我逗笑了。没关系，这么多年单枪匹马都过来了，我无所畏惧。可我回工作室后，助理告诉我又上热搜了，营销号铺天盖地的在写我，说我树立单身人设，为的就是结交富婆，给自己的事业铺垫。其实上，我早就结婚，早就有女儿了。我以为是接侄女放学的照片被拍了，刚好这2天我有热度，所以营销号才会写我。但营销号放出的照片，分明就是徐正给我和侄女拍的其中一张。这么近的距离，怎么可能是狗仔？他这是想要全面黑我，彻底取代我啊！我的粉丝都在评论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。徐正就是算准了我不愿意曝光侄女跟姐姐，所以才会这么大胆。天哪，小女孩跟宋新力长得好像，这肯定是亲生女儿啊！从小到大都陪在身边，还能有假吗？狗仔也太厉害了吧！不过我感觉更像是身边人曝光，大家懂的都懂。我截图了这几条评论，然后开了直播。谢谢大家最近这么关注我，也感谢某些人给我买热搜，辛苦你们了。照片是我侄女，稍后我会跟我姐连线，她那边有我家户口本，大家也能看得出来。如果不是跟我亲近的人，也不可能拍出来这张照片。我话里行间都在暗示，照片就是徐正曝光的，营销号也是他的手笔。这种程度的抹黑，我又不是一根筋。再者，照片都已经被他公开了，曝不曝光有什么区别？网友都去怒骂徐正去了，顺带人肉了他。我算准了徐正那个学人精，肯定给我递律师函。果不其然，让我又挂上热搜了。老板，
你这个朋友也太过分了，助理气得都红温了。我抿嘴一笑，哎呦喂，都是泼天的富贵，咱们要好好接住了。徐正一个人就算肯砸钱，也斗不过我一整个公关团队的，都在我的计划之内。他这边上纲上线，我回了一句调皮的话，有这功夫好好给金主设计，也不至于要翻车的强呀。没想到我因此吸粉200多万，大家直呼太爽了。兄弟被刺，顾客偷图还造谣，殃及家人。关注宋新力，坐等他一一打脸回去。这是什么爽文人生？哈哈哈哈！真的不是剧本吗？这个宋新力我之前都不知道他，现在太喜欢他的设计了。许多博主为了蹭我热度，都开始说这件事。当然，也有品牌方看中我，邀请我去参加一档屋内设计的综艺节目，有一线明星坐镇的那种。我当然要去了。第一期节目快速剪辑，10天之后就上线了，为的就是预热。网友炸锅了，我又火了。徐某某那边天天抹黑骂宋新力，宋新力这边在参加恋综。哈哈哈哈！救命！我知道什么刀客只会让我营养均衡。宋新力专业好牛，他跟我们姐也好磕啊。他的设计怎么可能是垃圾？我感觉就是他被贝斯坑了。宋新力是无辜的，因为当红女明星的流量，我又涨了一波 CP 粉，并且彻底洗白。与此同时，沈梦夏坐不住了，他直接去了我工作室等我。我看见他时候差点吓一跳，非常想问问助理，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了？宋新力，你跟女明星扯上关系，根本没有好果子吃，到最后你只会被网暴，职业生涯也毁了。那件事情我已经不跟你计较了，明天同学聚会，我希望你来，我会帮你澄清。徐正被刺你也不是我的本意，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的。他把邀请函递给我，说完后就走了。我真想给他鼓掌，合着徐正利用我，他利用徐正是吧？利用完了再撇清干系，这两人真的是绝配啊！同学聚会我当然要去了，也要给两人准备一个大惊喜呢。还是之前那一拨人，只不过大家因为我告了他们的原因，都假装我不存在，并且都在恭维徐正。而徐正也很虚伪的跟我打招呼，新力，大家都是兄弟，什么事情喝顿酒不就解决了吗？你的设计可是很牛的，都上综艺节目了，厉害啊！我也有问题想要请教你。徐正招呼我坐在他旁边，我当然不去，直接坐在了对面。他想跟我缓和关系，不就是想让我帮他看下他的设计图吗？抢走我的客户，还想让我帮忙，他脸怎么这么大？我心里默念，不跟畜生一般见识。徐正被我扫了面子，也不挂脸，笑着继续跟其他人寒暄。直到沈梦夏来了，徐正满眼的爱意都要藏不住了。不过大家很难把他跟沈梦夏捆绑在一起。沈梦夏刚来就直奔主题，之前我跟宋新力合作有些误会，不过现在我们误会已经解开了，他的设计还是很优秀的。徐正啊，你作为人家好兄弟，虽然着急给我打抱不平，但是也要顾及人家的名誉是不是？他这是要全部甩锅给徐正了。徐正也不是傻子，只不过愿意抗下而已。他尴尬地笑着点头，不管沈梦夏说什么，他都是附和的状态。作为曾经的好兄弟，我当然要助攻一下了。我笑着鼓掌，所有人都纳闷地看向我。徐正，你今天是要跟沈梦夏表白吗？毕竟你都喜欢他这么多年了。徐正脸色立马变了，厉声呵斥我：宋新力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跟夏夏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，不要胡乱造谣行吗？原来他知道造谣2个字啊。沈梦夏尴尬的一笑，眼神里略带威胁。宋新力，你应该是误会了吧？怎么可能是误会呢？他要是不喜欢你，为了你在网上造谣抹黑我，甚至抢走客户，不就是想跟你证明他自己很优秀吗？说完，我打开手机，播放里面的一段事情。这还是去年过年时候，徐正醉酒时在外大吼的一段话，全都是对沈梦夏的表白，并且是好多年了。在场人表情都十分精彩，眼神疯狂在2个人身上来回扫荡。宋经理，徐正冲过来就要揍我，但被沈梦夏大吼一声阻拦了。够了，徐正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以为我们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我们连朋友也做不了了。我这辈子不喜欢你，下辈子也不会喜欢你，更不可能跟你在一起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徐正脸色苍白，像是失去了一切行动力。他甚至不敢去看沈梦夏，直到沈梦夏负气离开，他没了方才被人恭维的松弛感，坐在那，不管谁跟他说话，他都不搭理。当然了，大家一改常态，都开始嘲笑徐正癞蛤蟆想吃特肉，借着这个机会又开始疯狂讨好我，去拉踩徐正。不过我可不想跟这群人缓和关系，再被吸血，所以看完这出戏的我心情不错的离开。有同学追了出来，宋新力，你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？大家毕竟认识这么久了，我们也看得出来，但是直接指出来对他伤害也太大了。说话的是我另一个室友，我露出笑容。他们做错事的时候，你也会去指责他们太过分了吗？对方沉默了。所以你又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太过分？我丢下这句话，收敛了笑容，扭头离开。与此同时，所谓的什么同学群校群，我全都退了。
包括之前经常活跃的宿舍群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没想到还有狗仔开始关注我的私生活，去聚餐的照片都被营销号无限放大去说。这次他们话题是，看来宋心丽真是单身了，一个人出门，一个人回家，连个助理都不跟着。我莫名其妙又涨了一批粉丝。很快节目组要通知我去拍摄第2期节目，我肯定去的，毕竟参加这个节目对我是百利无一害的结果。这期间徐正一直给我发消息，他在跟我道歉，说不应该为了沈梦夏如此对我，可我依旧不回消息。我知道他这是失去了沈梦夏后，不想再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了。他对自己的设计没有信心，不知道从哪打听我录制的地点，在我拍摄结束后当面跟我道歉。他鞠躬90度，十分诚恳，甚至泪洒当场。我身旁戴口罩的女人不屑一笑：徐正对吧？你最近也挺火的呀，为了一个女人如此对待兄弟，现在又求他原谅，宋心丽不是人吗？你怎么能如此对他？徐正黑着脸：你以为你是明星就了不起吗？我们之间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？徐正瞪着他，甚至威胁地上前2步。我一把将人拉入身后，随后喊来他的工作人员：潇潇，你先回房车，别被狗仔拍到了，对你影响不好。可是他也太欺人太甚了，我对他摇摇头。他读懂我的暗示，只能作罢跟助理离开。至于徐正，我当然不会原谅了。徐正笑着看我：宋心丽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女人根本不是东西，不应该为了女人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原谅我吧，我们还是好兄弟。我也笑了：你也配。徐正，你说你喜欢沈梦夏这么多年，为了她可以跟我反目成仇，如今为了工作又可以贬低她，你可真吓人。你既然有信心从我这里挖走客户，那就祝你好运。我要走。徐正居然跟我下跪了。我这样道歉你还不满意吗？我们都这么多年好友了。我脚步愣住，但并没有心软，大步离开。因为对于这个家伙，我没有一丝耐心和信任了。看见徐正那一刻，我故意让潇潇跟我走一段路，因为我知道以他的影响力，恐怕对面山头都有他的代拍。而这一段路透毫无疑问被牛逼的网友拍下来上传到了网上，因为是高清视频，有网友会唇语，居然真的把视频差不多解读出来了。徐正被网爆了，之前被他挖走的客户王姐也回来找我，跟我道歉，说徐正的设计花里胡哨，差点把他给新男友买的房子给装毁了。小宋，是姐姐鬼迷心窍被人给忽悠了，真的跟你说声抱歉啊。你放心，我姐妹那些新房子全部找你设计。不仅如此，你现在不是在参加综艺吗？我还可以送你资源，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。所以我又接受了王姐的委托，给她拯救被徐正搞毁了的房子。而徐正也面临着被王姐起诉。宋心丽，兄弟，只有你可以救我了。我现在几乎一无所有，这些年赚的钱都赔了，算我求求你，你帮兄弟一把吧。王姐不是你的老客户吗？你去跟她说，让她不要起诉我行不行？她居然还想找黑道的人收拾我，说我骗了她，我都是无奈之举啊。说到底都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话，我也不会这样做。徐正喝醉了酒，哭得鼻涕眼泪呼了一脸。他找到我，疯狂祈求我，可言语之间都在推卸责任。这确实很徐正，所以我把沈梦夏约了出来。他还是那副高傲的样子，现在看徐正更加不屑了，因为最近他没少被徐正捆绑，传出2人的八卦，丢失了许多追求者。徐正，我要是你实力不足，就不会打肿脸充胖子，现在丢人丢大发了。你怎么好意思喜欢我想跟我表白的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在嘲笑我，你自己多恶心，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沈梦夏翻了个白眼，徐正的脸色更难看了。面对沈梦夏，他是一个字的重话都说不出口。忽而他抬起头来，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？不然呢？你以为你是宋心丽吗？你压根配不上我，真是太搞笑了。这些自然是沈梦夏的心里话，这对徐正的打击当然很大。而本该大学那年我就应该跟徐正说清楚，让他看清楚沈梦夏的真面目。徐正笑着擦掉眼泪，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在这买房子车子，有机会可以靠近你。这么些年我对你多好，别人不知道，沈梦夏你是最清楚的。宋心丽可以骂我，这是我欠她的，所有人都可以说我，唯独你没有资格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沈梦夏讥讽地笑了出来，这都是你的一厢情愿，为什么要强加给我？你可真不要脸。徐正彻底没话说了，他最后看了眼他，随后起身离开。彻底看不见徐正身影后，沈梦夏笑着跟我邀功：心丽，你喊我过来是不是就想看我让他死心？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跟他有任何瓜葛的。我从始至终喜欢的只有你，也只有你可以配得上我。我也笑了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自以为是啊。沈梦夏笑容尬住了，什么意思？我是想让徐正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当然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。你在我眼里只是徐正喜欢的人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对了，
还是个白嫖怪。沈梦夏哭了，她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我现在已经知道你给我设计的图纸确实很好，是我不好没有跟你签合同，但那是徐正怂恿我的，那不是我的本意，你不要误会了我好不好？她哭着摇头，想跟我解释。沈小姐，我对我所有的设计图都可以负责，因为每一张稿子都是我用心画出来的，你并没有特殊之处。好了，现在话都说开了，以后我们也不用再见了，把我联系方式删掉吧。我要走。沈梦夏抓住我的袖子，可她抓不住，我依旧走了。这次出来我学聪明了，跟助理换车，成功甩掉了狗仔，不然这一出戏包又让我上热搜了。我没想到徐正在网上跟我道歉澄清了，我不相信他洗白，网友也不买账，又要继续吸血送心力了。笑死，你干的事情可不止一件，请问你道歉的是哪个事情？拜拜吧您嘞，姐妹们不要关注他，绝对不要让他再次爆火。徐正的道歉事情100万赞，奈何并没有给他涨粉多少，只有几千个粉丝，貌似他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我以为他会去找沈梦夏报仇，没想到他还是把目标放在了我身上。他偷了我的设计稿，说我抄袭他的。我知道那个图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，徐正说我设计的很好，想跟着模仿一下。他模仿的确实很像，但我也很生气。我说设计师需要原创，模仿是不会成功的。徐正就此作罢，没想到他现在拿出当初他模仿的那张图出来，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抄袭他的，真不错啊！他无疑是在自掘坟墓。这一次我会告得他倾家荡产，因为我的设计图我都喜欢签约之前尺寸做的不对，而我的成名作是签约之后的图纸，我的所有小细节都是如此。徐正败诉了，面临赔偿以及身败名裂，他用自杀威胁我，只可惜他舍不得去死，被救下来后只能借高利贷去赔钱。一旦碰上高利贷，他这辈子也完蛋了。沈梦夏疯狂联系我，求我救救他。我真想笑，怎么这一个两个都害我，害完了还要我救？我没想到沈梦夏居然趁我录制节目躲进了我车子里，在我结束录制后一上车差点吓了一跳。宋心丽，徐正疯了，他知道我家住哪里，他在疯狂找我，要我给他钱，不然就要跟我同归于尽。你找警察，找我做什么？他是个疯子，找警察也没有用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这么喜欢你，如果不是因为接近你，我也不会得罪了他。沈梦夏哭着控诉，我面无表情看着他，与此同时早已经悄咪咪打开了录音。你知道什么是受害者有罪论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再不下去，我就报警了。我的语气很冷淡，直接下了逐客令。沈梦夏眼里闪过一丝光芒，嘴角挂上冷笑。宋心丽，你高高在上，什么都有了，如果你见死不救，你猜狗仔们想听到你什么黑料？你想清楚吧。他威胁完我就下了车，幸好我早有防备。他跟徐正都是一类人，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只会从自己的利益去出发。我又上热搜了，是沈梦夏买的黑稿，说我脚踩2只船，很有意思。我也谢谢他们疯狂给我送热度，成就我的事业。我澄清速度太快，快到营销号都还没剪辑好视频，又要重新剪辑视频跟热度。家人们，粉宋心丽就完事了，压根他不了啊！这对狗男女就逮着他一个人薅羊毛啊！我要气死了！幸好我哥不是傻子啊呸！我哥很聪明，嘿嘿。沈梦夏被人肉了，他立的白富美人设他防了。原来他也是农村出生，后来被金主包养，通过男人才有了自己的小事业，也就是如今包装的独立清醒大美女人设。舔狗送的礼物他是来之不拒，不知道谁又把我拉入了群聊，这次嘲讽的对方换成了沈梦夏。宋哥，你现在是我们在娱乐圈唯一的人脉啊，有时间请你吃饭可要赏脸呢。这群人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谁得利就讨好谁，谁没用就疯狂拉踩。我直接换掉了手机号，让这些人再也联系不到我。现在沈梦夏被徐正疯狂骚扰，已经要崩溃了吧？所以我再次把他告了，之前是诽谤，如今是要求维权。沈梦夏败诉，赔钱且跟我公开道歉。他想用自杀来让我背上黑料，可现在谁会为了害人赔上自己的命？我的粉丝很快扒出沈梦夏是假死，他开的网店也被扒出是辱女广告词，被大量网友下单又退货，整关店了。沈梦夏不甘心，学着我去维权，被网友灵魂拷问：辱女还想赚女人的钱，请问你还是女人吗？名声跟事业室都被他做没了，居然沦落到去咖啡店上班。我去探班我的明星女友时，恰好撞见了他在横店的咖啡店上班。沈梦夏当时在直播，看见我时觉得丢人，赶紧拿着手机躲了进去。可就在此时，一个黑帽男冲了过去，对着沈梦夏就拿刀疯狂砍，场面血腥不已。我看完了全程，警察也很快来了。黑帽男被带走的时候还在哈哈大笑，是徐正。沈梦夏那奄奄一息样子，就算不死估计也残废了。听人说他想等过几年网友忘记他之后，
开始进入娱乐圈。想象是美好的，奈何现实是残酷的。毕竟现在谁都不是傻子，如今这个结果，沈梦夏也只是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罢了。